有这4号看着就可恶心了，喝油就是。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想来做一个关于咖啡师燕麦奶的深度测评。为什么今天想做一个燕麦奶的测评呢？其实是因为最近这半年来，我好像特别不喜欢喝牛奶，所以我把我的选择变成了植物代替奶。可是呢，比较流行的，比如说杏仁奶和冻奶，我都觉得它们有点，可能我的基因就决定了我不喜欢喝这2种奶吧。有一天喝到欧milk，觉得很不错耶，觉得它比牛奶要好喝很多。而且这2年我在咖啡店工作，我也用了一些不同的燕麦奶的品牌，而且也是属于一种比较长时间，然后经常要使用它们这种频率。所以我觉得在燕麦奶上面呢，我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最近呢，我把线上线下我在这里能买到的所有关于咖啡师专用的燕麦奶都买回来了。这个视频我要对以下几个项目做一个分析和一个测试。第一是他们单喝的味道，第二是他们和咖啡混合起来以后的味道，第三是关于他们那个奶泡的形成、质感啊，然后好不好拉花，然后还分析了他们一些比较基本的营养成分，我也会拿出来做一个比较。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使用感受，就是比如说他们瓶身的设计和他们瓶盖的设计对咖啡师友不友好这一点。首先我要强调一下，今天做的所有的其实也都是我的个人感受，就是我非常主观的一个评判，不代表所有人的观点。 OK， 先说说他们单喝的情况。今天我做了一个盲测，我请俊仔同学帮我把他们都标好号，然后放到我面前，我从最喜欢到最不喜欢选出了一个我心目中的一个排名。其实大家现在能看到这个就是我的排名，从这里开始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到这里是我最不喜欢的。前面这3支其实就是它单喝是那种口味特别绵密很 creamy， 然后就是口感很重很厚实的那种感觉。炼奶的味道也挺好喝的，3号有点酸，很 creamy， 也不怎么甜。中间这2支其实它就会喝起来会比较薄，它的那种口感会比较清爽，比较单薄一些，但是它燕麦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好甜啊，有点咸咸的，甜味降下来很多，然后也是很淡，有一种坚果的香味。然后这一支是很有意思的一支。好，5号这一杯颜色特别的深，奶咖了已经是。好甜，这加了糖吧？这个有一种加了那种 cane sugar 的味道。这一支它加了糖，它的颜色比较深，看起来像已经跟咖啡融合过似的。它喝起来有一种咖啡糖的味道，然后其实也有点像是一种就是大家喝甜豆浆的那种甜甜的豆制品的感觉。这个单喝也是蛮好喝的，只是我觉得它好像加了糖，我觉得就有点作弊的成分，于是我就把它排到了这个位置。紧接着这一支呢，好，6号，这就是原来喝的加了糖的豆奶的味道。虽然它写的成分里面只有水和燕麦，但是我觉得它是添加了代糖的。然后代糖的味道，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恶心，非常难喝，所以我把它放到了这里。然后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呢其实是这一支。它虽然它没有写它是咖啡师版本，但是呢它上面写了一个 barista approved， 所以我也买了它。然后这一支给生酮饮食的人饮用的，因为它的卡路里特别低。这支刚倒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白，像牛奶比牛奶还白的一个颜色，但它上面飘了一层很厚的油。对，然后一口下去就觉得，因为这4号看着就可恶心了，喝油就是有那种过期了的那种花生，过期了的坚果的那种味道，然后上面飘这层油，估计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跟喝油一样其实它喝起来就像是在喝水，但是呢水里面加了很多那种好像有点过期了的那种菜籽油的感觉，就非常难喝，就简直是噩梦。接下来我们聊一下他们跟咖啡融合的状况，不过呢这2支要换一下。为什么要换一下呢？
其实我想先重点说说这一支，这一支其实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一个牌子，它单喝还不错，但是它只要跟咖啡在一起，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咖啡，它就会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整杯咖啡变得尖酸无比。我在工作的店里就是用的这一支燕麦奶，所以导致呢，我在工作的时候我都不喝任何淡奶的咖啡。俊仔觉得这个酸味他可以接受，但是我非常不能接受，这就要看个人了。不过呢，它做热巧克力还是蛮好喝的，不会很厚重，就是很单薄、清清爽爽那种感觉。我觉得最好喝的是还是这3支，这3支其实不相上下。最近我在家里常用这个打奶，是可以打得非常绵密的，然后也可以做那种很细腻的拉花。但因为今天我用的都是很小的杯子，所以我没有办法拉那种很 fancy 的东西。这支也非常不错，它打奶也可以打得比较绵密，拉花也 OK， 但是我觉得拉花它不如欧里那么细致。然后 Pacific 这一支呢，今天我的测试里面，其实它是这3支里面最差的一支，它很多泡泡会出来，就很容易就会起那种大泡泡，然后不是很 creamy 像牛奶那样的质感。但是总的来说呢，这3支不管是味道还是它打奶的本身的质感都是非常不错的。剩余的几支奶泡流动性都非常一般，所以我会更着重于比较它们的味道。然后这一支它其实就会喝起来比较淡，没有那么甜的味道，它的 body 会比较清淡一些，不会太 creamy， 但是它其实跟牛奶混合以后，它也就还是一杯很正常的燕麦奶的味道。如果你不喜欢口感很重的，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这一支 Califia。这一支虽然它单喝很好喝，但是它和牛奶混合以后，有一种超级恶心的味道，强烈不推荐你们用这个来加到你们咖啡里。不过如果你真的也很喜欢这个味道，那就是见仁见智了。俊仔是在所有的燕麦奶里面，他最喜欢这一支单喝，加咖啡了他也不喜欢。然后这一支呢，对，就还是那个代糖的味道，那个很 artificial， 像那种 Splenda 那种代糖可乐的那种甜味，就特别奇怪。然后这一支就还是最恶心的一支，I just can't。可能等会录完这支视频，这2支应该就会要被我整个全部倒掉了。Sorry。当我们的拿铁做完以后，等温度慢慢凉下来，其实这里面的奶它们都先后发生了一些就是那种像是结块飘在你的咖啡里面。这8支燕麦奶里面有2支它是没有出现那个反应的，那2支就是一直是 Oatly， 一直是这个 The Minor Figure。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们加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吧。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说说它们的热量，因为它们包装上的热量单位都不是很统一，有些是240毫升，有些250，有些是100毫升这样。然后我给大家都换算了一下，把它们所有的都换算成了每250毫升它们含的热量。Pacific 是最高的，然后这个是最低的。最高的呢有187.5卡，然后最低的是90卡。到第二名都只有150卡，所以我觉得 Pacific 这里面是放了多少油啊？如果热量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大家不妨参考看看。接下来我们说说它们含糖的排序，还是一样，这边是最高，这边是最低，等等。后期剪辑时我才发现我被 Netwar 的包装蒙蔽了双眼，其实它每250毫升的含糖量是15克，位于所有的燕麦奶之首。继续吧，最高的这个很可怕，它每250毫升里面它含糖11.25克，然后其实接下来第2名都只有7克而已，所以选择这个的时候要慎重，要慎重。然后最低的呢，其实就是这2个，它们含糖都是0克，它喝起来真的就是完全没有甜味。然后接下来我想说说它们的成分表里面都一共有几种元素。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他们买东西，他们都会尽量看它的成分表里面你有的一些东西，你是越少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指标在如今的社会里来说，如今是谁？在如今的这个社会里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都细数了一下，然后给大家列一下成分最多的这一支，它有13种成分。然后第2多的其实都没有那么夸张，第2多的像这一支 Pacific 它都只有7种，然后最少的呢这个2种，它只是水和燕麦。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gluten free 这个选项，所有的这8支里面有3支是 gluten free 的，就是 Oatly， 然后 Califia 和这一支Canada。所以如果 gluten free 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呢，不妨参考看看。
我们来说说它的使用的友好体验吧。其实这种长条的和这种方形的，我自己个人感觉上是没有什么差异，就是你在倒奶的时候呀什么的就使用感觉都挺好的。但是这一只我不得不吐槽一下，它做的瓶身它就很细，然后整个手拿起来它又滑滑的，然后每次你在拧这个盖子的时候，你手要拿在上面，它就很容易凹进去，所以就很不好发力。我觉得这个包装设计真的是还挺奇怪的，所以它看起来很 fancy， 但是真的使用体验上面这是最差的一个使用体验。然后我想说一下瓶盖设计，这里面呢有一些它其实就是你拧开盖子你就可以直接倒的，有一些呢你拧开盖子以后它还有一个东西你要把它给撕开才会有的，所以我自己个人是更喜欢那种一拧开盖子它就直接已经有把下面那一层纸把它给切开，你直接倒就好了，这样比较节省时间。然后这里面呢有3只其实就是需要开盖的，然后我发现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用 Minor Fig 很多，我发现这个设计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一些这种盖子你在撕它的时候它特别容易断，就是你一撕嘣，它直接整个外面那个塑胶环断了，然后你就得拿一把刀给它里面中间给戳开。然后如果你的咖啡店是比较忙的话呢，这种时候就特别的浪费时间。为什么要对咖啡师这么不友好？还有一个小东西我想说的是，所有的燕麦奶它们不像牛奶，它们使用前都是需要摇一摇才可以的。大部分的包装你在没有开这个盖子之前你都是可以晃它们的，因为其实它们都是1升装的一个容量，但是大部分它们都只装了946毫升，所以它们会有一个余地让你在使用前真的是可以晃一晃，然后打开盖子就可以直接倒了。但是呢有2只 Minor Figure 和这一只，如果你不把它的盖子先打开呢，你在开盖前你是晃不动的，因为它太满了。所以呢，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这个 Minor Figure 的这个包装，是因为它要2次开盖就算了，然后它一定得开盖以后，你还要把盖子盖回去，给它晃一晃，然后再把盖子打开，然后再倒奶。但是每次这么做的结果呢，就是真的是给 Barista 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特别是忙的时候。对，这就是2个我的一个想法了，终于吐槽完了。天哪，好，包装就到这里吧。最后我来说一下一个总结我的看法吧。在温哥华呢，其实市面上出现的最常见的燕麦奶大概就是这4种。如果你真的是在家里喝的话，根据你自己的口味选择就无所谓。如果你真的是开店的话，首先我可能真的就不会选这个，因为它跟咖啡融合起来有一种酸味，我觉得这种酸味不是大家都会真的去喜欢的，而且呢，它的盖子的设计就是让它是一个硬伤，特别是你的咖啡店很忙的话，就会无形的增加很多麻烦。第3，虽然它的热量不是很高，但是它的糖是里面最高的11.25克，它的 fiber 0，它的蛋白质0.5，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喝这个燕麦奶我到底是在喝什么，感觉这些东西都没有，可能就是在喝糖吧。从营养成分上来说，我可能就不会推荐这个了。然后说说这3支吧，我可能会觉得 Pacific 和 Oli 会是我的第一选择。这一支它里面加了，它有13种成分，它加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什么维他命啊这类的东西。其实就只是鉴于这一点，我自己可能就不会再喝它了，可能我自己会喝的就是这2支。如果一定要说赢家，根据那种价格来比的话，我觉得可能 Oatly 赢了。Oatly 可能真的就是在今天我看的所有的数据里，包括我自己主观的一个品尝起来的感受上来说，我觉得它就是一支综合实力特别强的一支燕麦奶。然后我说说我最不推荐的吧，这个已经说过了，最不推荐，我最不推荐这个和这个。如果你要配咖啡的话，no。好了，我刚刚这个倒了。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以上有什么燕麦奶是你喜欢的呢？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推荐的燕麦奶，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留言、订阅和分享。终于说顺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